末代辉煌系列第2期，诺基亚。开篇我们聊了快进快出的乐视啊，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期。诺基亚的发展历程，其实在我们的手机简史和大家详细讲过啊，这里再简要带大家回顾一下。1865年，采矿工程师爱德斯坦在芬兰坦佩雷镇的一条河边建立了一家木浆工厂，随后工厂迅速扩张啊，在不同的业务和领域广泛涉猎。这家公司在100年历史洪流之中不断发展，在199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覆盖多个领域啊，这就是诺基亚，其业务涵盖了造纸、化工、电信等多个领域。因为扩张过快啊，导致这资金就出了问题啊，面临破产风险了。诺基亚在当时果断舍弃了大部分产业啊，就只保留了电子部门。调整之后开始高歌猛进，94年就拿下了手机市场榜首，连续霸榜14年手机市场份额第一。但传奇的诺基亚在2010年之后，伴随着它坚持的塞班系统一同开始没落啊。气息奄奄之际，有一款机器啊，在它的塞班时代吧，画上了完美而又遗憾的句号。我们今天的主角，诺基亚808 Preview。好，大家好，我是王牛，欢迎收看小白测评末代辉煌系列。诺基亚的末代旗舰其实可以分为2个阶段啊，塞班时代和微软的温凤时代。后面的温凤时代想让我们聊哪台机，可以评论弹幕啊。今天咱们先塞班，我们也是花了大价钱啊，才拿到了这台10年前发布的808。CPU 是 ARM11，GPU 是来自博通的 BCM2763，这些型号都很有年代感了啊。512兆内存，16GB 的存储，整个机器的颜色和一体感都非常强，拿在手里都非常结实啊，很有诺基亚功能机的那种感觉。正面屏幕下方的3个物理按键是集中到了一块背板上，和同期安卓和 iOS 的机器不同啊，它依旧保留了传统的通话主页挂断键。侧面除了音量键以外，还有一个滑动解锁键，以及一个经典的2段式拍照按键。为什么叫808 Preview 啊？是因为它采用了 Preview 的成像技术。当年这台机号称是要开启智能手机影像的全新时代。这模组巨大啊，4英寸的屏幕，这机身都达到了13.9，整个机器将近170克。摄像头左侧是诺基亚经典的氙气补光灯和双 LED 闪光灯，后盖镜头模组的流线设计和 Find X5咋有点神似呢？大家可以把超前2个字打在公屏上。这个后盖是可以拿下来的，它依然保留了电池可拆卸的设计。本期暴露年龄环节啊，用过万能充的小伙伴自觉扣波1，咱们看看有多少。4100万的镜头 ，CMOS 尺寸达到了惊人的1.1/2英寸。你要知道，同年的苹果 iPhone 5啊，只有800万像素，这1.2英寸的底，即便放到1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很能打。比如 X80 Pro 啊，就1.3英寸，小米的12S Pro 1.28，它也经过了卡尔蔡司认证啊。不过光看参数没什么用啊，我们带着底差不多的这2台新安卓和10年前的拍照巅峰808相比，看看如何。10年间的机器拍照界面什么样啊？打开相机还是比较简洁的啊，设置有3种模式：自动、场景、创意。场景模式可以选择微距、运动、夜间等场景。如果你想调节参数，创意模式还有更多选择。Preview 功能也在这里。Preview 模式下呢，最高仅支持1200万像素的照片。它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软硬件结合，将几个普通像素点合成一个 Pro 像素点，和目前主流手机的像素4合1原理相似啊，但是也有不同，技术细节就不展开了，直接看样片。白天808的照片有一种很多年前相机的那种雾化朦胧感，毕竟镜头素质和现在相差太多了。不过整个画面是最具真实感的啊，比如天空的颜色，你注意看，开了蔡司自然色彩的 X80 Pro，和它的色彩是比较接近的，果然都是一家调教认证的。让人比较意外的就是细节方面，808的墙体和纹理是3台中表现最好的啊，也没有另外2台过度锐化的塑料感。我们另外拍了一些样张，也都如此。这组弧面啊，整体画面不是特别讨喜啊，但是看柳树的话，另外2台就显得有点塑料感了。毕竟是10年前的机器，在遇到光线稍微复杂的场景，这808就架不住折腾了。画面的宽容度较低，虽然底不小啊，但是噪点算法自然不行了啊，处理器的算力也跟不上吧，而且也存在偏色的现象。傍晚这组路灯，如果以高光压制来说的话，808确实比不过另外2台多帧合成之后的样张，也偏绿。当然，过度压高光呢，也会缺少一些氛围感。你看这组啊，我们主观觉得只有808拍出了文字的氛围感，你看着好像还更有感觉。这么多年由于算力的进步啊，这个808相较于现在的多帧合成算法肯定要差很多了啊，也少了一些锐化，在复杂场景中的观感呢肯定不出色。但是也正因为少了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算法，使它的成片在某些时候看着还很有当年的氛围感，朴实自然吧，用这个词。还是要强调，这台机已经10年了。
作为最后一款塞班机啊，它的系统也是除了影像之外最值得说到了。提到塞班，很多人这时候脑海里是不是就蹦出了很多童年回忆？什么签名啊、QT 平台啊、证书破解啊，越来越暴露年龄了。这个808搭载的是塞班贝拉系统，它算是塞班时代最后的巅峰之作啊，也是塞班帝国崩塌的见证吧。支持3G、WiFi 啊，甚至有当时极为先进的 FC 功能啊，可以进行进场文件传输、联机游戏、触碰支付等功能。不过当时社会的基础环境还没有起来啊，当时只是在部分国家支持这个进场支付，不像现在啊，国内主流厂商的 FC 都已经打通了公交、门禁卡等等功能，移动支付更是充斥在方方面面了。塞班贝拉系统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有现代大屏智能机的感觉了啊，和安卓 iOS 一样，这桌面可以摆放一些常用的 App 和小组件，也可以长按进行桌面布局。下拉的状态栏也比较简洁，只有几个常用的开关。如果想看它所有功能，它有一个2级菜单，所有的系统功能和用户程序都在这里。而且这个2级菜单类似于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把应用程序放到哪一个文件夹里，有点类似于安卓系统桌面的应用分类。塞班贝拉的总体操作逻辑还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一个令我非常惊喜的就是10年前它就支持息屏显示了 ，iPhone 直到2022才用上啊。当然能做到息屏显示，自然是搭载了一块 AMOLED 的屏幕啊，不过分辨率只有640×360。你要知道，同年发布的 iPhone 5啊 ，LCD 屏幕啊，这个已经达到了1136×640啊 ，PPI 326，这就是苹果一直宣传的视网膜标准。这也是我们对这台机最不理解的地方，因为它疯狂的在强调影像，但是用来查看这些高品质照片的屏幕却如此拉胯。应用支持方面，当年塞班平台大热的 UC 浏览器、Open 浏览器啊，在今天也都能正常使用啊。百度地图在网上下载了离线地图包之后也能正常用，但是导航已经开不了了。还有微信、QQ 等等啊，虽然塞班平台基本都支持，但到2022年的今天，我们已经登录不上了，可能是用户存量几乎没有了啊。腾讯已经关闭了相应的登录服务器。关于网上利用 bug 登录的方法，我们也尝试了一下，都不行，就作罢了。虽然很多官方 App 对于塞班平台早已失去了支持，但直到今天，还有一群可以称作是塞班钟爱粉的用户啊，在默默地完善自己手头的塞班手机，并把他们的成果分享给了大家。某些平台的塞班板块依然存在，我在论坛上也经常能刷到以拯救塞班为标题开头的帖子。支持的 App 上，比如热门的云村，有大神就做出了能用的版本，这界面也非常简洁，搜索新歌排行榜该有的也都有，功能也都能用，能在10年后依然用爱发电啊，自己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热爱啊！用它来听个响吧。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还有一个聊塞班必须要提到的，在10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那么多的经典游戏。现在把你在塞班上当年爱玩的游戏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找一下你的同伙。当年像 GameSoft、育碧等大厂的大作，在塞班平台也都会开发对应的版本啊，比如《阿凡达》、《刺客信条》、《狂野飙车》等。虽然在操作上有所简化，但核心玩法都得到了保留啊。塞班贝拉作为最后一代塞班系统，对以往塞班 S60 界面的游戏也保留了很好的兼容性。我们随便玩了几款啊，帮大家回忆一下当年经典啊。如果你也玩，可以把玩过2个字打在公屏上。除了 CS6 格式的塞班应用，诺基亚808还支持运行 Java 应用和游戏啊。Java 的游戏可就多了啊，大家应该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啊。我先说一个《钻石皇朝》。哎，你不行，我来，给我，我来。看你车都撞了，看我吗？还是在看我的那个表现。不行呀，行不行啊，西哥？
我们这一周体验下来，这台机在影像上确实配得上塞班末代辉煌的称号。诺基亚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影像会是人们需求的重点。但是为时已晚，一台强调影像的手机，这屏幕却这么差，这工程师不可能不知道。后面诺基亚为自己的固执也付出了永久性的代价。它发布那年2012手机市场开始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洗牌。2012你多大呢？可以弹幕一下啊。众厂商呢，当时被苹果的疯狂都震撼了，大众用户也都意识到了什么才是新时代的智能手机。一到2012，诺基亚的出货量暴降54.6%市场占有率暴跌至6.4%，彻底结束了长达14年的霸主地位。也是在同年，安卓阵营的三星出货量暴涨129.1%市场占有率直接拉升到了40%。你没有听错，40%。苹果呢，凭借着 iPhone 4、iPhone 5系列也拿下了25%的市场份额，而且人家这含金量很高全是高端机。诺基亚2012年第4季度财报上显示，808成为了诺基亚最后一台采用塞班系统的手机，成为了塞班真正的末代辉煌。塞班之后，转投微软的诺基亚也没能一改颓势。2014年4月25日，微软宣布对诺基亚的收购正式完成。当诺基亚现任 CEO 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同意微软收购时，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经典的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说完连同他在内的几十名诺基亚高管情不自禁的落泪了。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各种各样关于塞班或者诺基亚为什么失败的分析和讨论层出不穷。汇总主流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塞班系统的签名机制导致只有签了名的应用才能安装，而同时期的安卓或 iOS 呢都有自己的应用商店了明显先进了一个维度，你直接下载安装即可，要便捷得多，用户可以马上大规模的铺开。其次是塞班应用的开发门槛在当时相对较高应用量、应用的支持很快就被 iOS 和安卓反超。最后说的最多的自然就是诺基亚自己固步自封，对于自己的系统过于自信导致对市场反应过慢，盆大掉头难嘛，被对手抢占了先机。当然咱们上面说这一切都是上帝视角或者说是马后炮现在咱们大家不妨一起做一个这样的思考如果你是诺基亚或者说你是诺基亚的全球总裁用塞班当了这么久的行业老大，而且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时候你看到这隔壁的安卓和 iOS 蓬勃发展了你就会马上放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去拥抱安卓了？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会的扣1，不会的扣本儿。杜甫有句诗几年春草歇，今日牧途穷。诺基亚确实做错了，但好像又别无选择当然现实是没有好像也没有如果。你要是对这段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2020年我们手机简史系列诺基亚那期视频。 OK， 诺基亚的末代辉煌塞班篇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想看它的温凤篇的末代辉煌的话记得点赞，特别感谢。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真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给把相机给打开了。